有没有可能我们将来直接放晶片之后，整个就把我们的人脑往上推成超级人脑这样？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让矽谷精英着迷的大脑骇客任务。这个事情的缘起可能是要从去年年初讲起，大家在 LINE 里面传来传去，传到了一则说矽谷富豪每年花6000万在自己身上养生，想要返老还童。然后呢，大概在今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又传来传去，有收到一则消息，就说呢，有一个富豪，他一家3代啊，儿子的血换到爸爸身上，爸爸的血换到爷爷身上，在进行换血试验。那么其实呢，这2则新闻是同一个主角啊，都叫做 Brian Johnson。他在进行一个计划，叫蓝图计划 Project Blueprint。大家可能觉得这是有钱人有钱没地方花，所以砸钱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就想要长生不老吧。事实上呢，远远不是如此的简单。他真正想要做的是一个大脑骇客任务。那么不止他想要做，连特斯拉的执行长伊朗马斯克也在做。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详细介绍一下。我每一周都会上传一则新的医学新知，请您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影片。首先我们来讲到 Brian Johnson， 他事实上呢，他就是自己创办了一家网络上的一个付费公司，叫做 Braintree Online Payment。那我们知道 Online Payment 最有名的就是 PayPal， 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被 PayPal 买走了，他获利8亿美元。他当年只有36岁，但是从此他就不用上班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呢，可以拿这个8亿美元去做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他也不是让自己从此就是吃喝享受等死啊，他也没有过这样的生活。那他呢，从其中拿了5400万美元成立了一家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叫做 Kernel 这家公司对外呢，大家的印象就是说他在研究脑神经疾患，可能想要去致力改善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焦虑症这一些事情。但事实上呢，这个只是目前这个阶段而已，这个完全不是 Brian Johnson 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您听到这里，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请您帮我按个赞。Brian Johnson 在自己身上实施每一年是200万美元的这个养生计划，他是有30几位名医和健康专家帮他制定的养生之道那么每天呢，他要吞100多颗的胶囊或是锭剂，那其中很多都是保健品，有少数是药物。比如说呢，他会吞茄红素、微量元素锌、微量元素锂，然后他会再加一些姜黄生姜根这些营养的东西。那有少数的药，比如说他也会吃2甲双胍这个糖尿病的药，但是它是用来抑制他的肠道的发炎，避免肠道产生息肉。那关于2甲双胍这个，我们在这一集糖尿病反而更长寿这一集有跟各位介绍过，它是一个法国丁香花萃取出来的产品。那它被认为对于抗老有效延年益寿有效。那它另外也吃 Arcabos， 这个也是一个糖尿病的用药。那他本身目前是没有糖尿病，但是他还是一直吃这些控糖的药来保护他自己的血糖在一个更好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2017年的样子跟他2021年的样子，是整个人就是有瘦下来就进行了他这个养生计划之后，那他每天是非常的有意志力，而且非常规律的，早上5点就起床，一定会做67分钟的运动。每天吃的3餐是由营养师严格精算过设计出来的食谱，一定是1977大卡绝对不会超量。再来的话，他每天的运动都一定有，他1个礼拜当中其中会有3次是高强度的运动。那睡觉的话也非常的精准，一定是8点半去睡觉。那从睡前2个小时，也就是6点半开始呢，他就把抗蓝光的眼镜戴上，不要让自己接触到任何的蓝光。那我们知道我们滑手机的话蓝光很多，所以这个蓝光其实都会激活你的脑波，让它太兴奋就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他在睡前2个小时就开始戴抗蓝光的眼镜，确保自己完全没有受到蓝光的干扰。真的躺上去要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接上一台机器，就会侦测他每天睡眠时间的生殖器勃起的次数。那整个这样下来，大家去年 LINE 上面传来传去传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他已经45岁了1977年生的嘛。他呢心脏呢是回到了37岁，皮肤是回到28岁，肺活量是回到18岁。那整个呢，他说数据是会说话的。我给各位看数据，公开所有的数据，让大家知道我延缓了我老化的速度，延缓了31年。
也就是说他年轻了31岁的意思。那再来今年呢，大家在 LINE 上面传来传去收到的就是呢，有一个富豪啊，他们一家3代在换血，儿子是17岁换1公升的血给爸爸，然后呢，爸爸又换1公升的血输给爷爷，爷爷是70几岁。那这同样一个富豪嘛，都是 Brian Johnson。那事实上呢，他并不是说抽出来的这个红红的血就直接打进去，没有，人家这个血是有分离过的。其实他们打的是血浆，就是血分离过之后呢，是黄黄的那个血浆。儿子给爸爸1000，然后呢，爸爸给爷爷1000cc啊，都1公升的意思。那我们要解释一下，其实呢，这个并不是什么他独门独户的新鲜发明啊。我们呢在吸血鬼的青春术这一集就跟各位介绍过，也就是呢在5年前啊，我在参加第26届的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的时候，当场就已经沸沸扬扬的在讨论这个换血计划。那个时候呢，来报道的这个科学家呢，他是说他们用18岁到24岁的人的血自由捐献，他们输到呢有阿兹海默症的或是中风的或失智的人的身体里面去改善他们的脑，就是换个1000cc 的血浆，休息1天再做一次，只有2次输血浆。那之后就停掉了，观察3个月到半年，他们发现呢，他们的发炎指数全部都改善，包括 CRP， 包括 gamma GT， 包括免疫球蛋白 A、免疫球蛋白 M、免疫球蛋白 G， 全部都改善。2019年我在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学到的这个事情，它真正的缘起就是啊，早期的连体婴没有办法分割的时候，他们终其一生呢是像这样子连在一起活着的。那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伯克莱大学呢科学家他们呢想到这个好点子啊，他们认为说连体婴连在一起，血液就是互通的啊。那我如果把年轻的老鼠跟老的老鼠皮肤割开之后缝在一起，就是像这样共生属。那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血液就共通了嘛。那这整个血液共通连在一起生存的这个我们叫做 parabiosis， 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共生属啊，老的这个老鼠啊，开始肌肉开始变得丰厚结实，然后它的肝脏细胞也被发现开始增生，然后它本来这个心脏肌肉已经肥厚已经老化了，他发现它渐渐的逆龄了，他发现了这个老的老鼠的头脑变得清晰变得清明，然后活动力也变好。2025年这个是公布在 Nature 这个是举世闻名的期刊上面，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包括史丹佛大学他们也开始去做，然后他们就做了18个有轻度到中度的失智症的人啊的身上，阿兹海默症的人身上，然后他们用的呢是30岁以下自由捐献的血浆。那他们是1个礼拜呢，把这个新鲜年轻的血浆输到阿兹海默症的人身上，1个礼拜只有250cc， 连续做了4个礼拜，然后停掉，观察3个月，发现这些阿兹海默症的人，他们的记忆真的变好，然后他们的情绪也变好，精神状况变好，然后还用核磁共振去追踪，也发现有进步。所以史丹佛其实对这个也非常有兴趣，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就沸沸扬扬的就公布了，然后甚至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的公布一次说，这个换血认为是安全的哦，耐受性也高，而且可行啊。在2019年史丹佛这样子一公布的时候，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研究的报道，做法虽然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一律都认为有效。所以 Brian Johnson 呢，他在还没有让他儿子跟他爸爸一起参与他的换血计划的时候，其实他在德州的一个小诊所里面自己就已经换了好几次不知名年轻人的血浆了。那最后决定把爸爸跟儿子一起拉进来做。可是他在去年2023年的7月6号的时候，在推特上面公布是说，他总共做了6次，他其实呢所有的生物数据啊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改善，所以呢他就觉得不用再做了。可是他也不是说他自己没效就其他人也都会没效，因为毕竟他没有病嘛。我们刚刚去比对，不管是2019年我在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里面听到的报道，或者是史丹佛他们自己在期刊还有他们的官网的报道，人家做的都是有病的人嘛，对吧？那现在我要跟各位讲到呢，他在2016年成立的这家 Kernel 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他是这样讲的他确实是给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逆龄的养生计划，但是呢，他是希望帮助全人类。我们有介绍过，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已经开始老化，我们的老化时钟就是这样，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这就是你的老化时钟。他希望能够逆转，他对于脑非常的有兴趣。他说呢，人对于电脑依赖太大了。
如果我们不想要以后呢被 AI 控制，那么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人脑极大化的提升。因为呢 AI 还不是学习人脑的分析资料跟处理资料的方式吗？所以我们知道 AI 现在用的是叫做类神经网络的处理方式。AI 乃是来跟人学怎么样像人脑一样呢，可以去判读、分析跟使用资料。那么为什么人脑不自己把自己提升上去，让人脑就变成是超级电脑呢？这样的话，你将来跟这些 AI 竞争，你就能胜出啊。所以呢，他希望能够破解人脑的神经密码，直接帮人脑升级。他说我们现在的这些神经的晶片就可能巴金森氏症的人用一点晶片都是用在这种有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将来直接放晶片之后，整个就把我们的人脑往上推成超级人脑这样？所以他请了南加大的医学工程的一个教授来帮他做科学首席官，要来帮他带动 Kernel 这家公司呢开发软体、开发硬体，将来呢不但只是解决疾病，而是直接把人脑升级。那么 Elon Musk 也同样的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同样在2016年呢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 Neuralink， 也是在研究脑神经。那他说法更有趣，他在去年2023年的世界政府峰会当时是在杜拜，他在杜拜他就发言了，他说呢，他希望我们不但要有人工智能，我们还要有生物智能，我们不是只有 AI， 我们要有的是 biocomputers，直接把人脑做成 biocomputers， 这样子呢，我们在跟 AI 的竞争当中呢，绝对不会落后。这个就是他成立的 Neuralink 的宗旨。所以呢，真正有钱人想的，真的比我们想的是多太多了。他们的梦也比我们大太多了，绝对不是只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在那里换血，然后在那里吃保健品，然后每天在那里做检查，不是这样的伊朗马斯克在今年1月的时候，就让一个因为潜水受伤之后造成颈部以下完全瘫痪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他的晶片 Neuralink 开发出来的。然后今年3月21号的时候，他让这个患者呢对着全世界直接进行直播。这一位29岁的男性就是用他的意念，直接用他的思想来影响电脑，在他的笔电上面帮他下西洋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他的访谈，他有提到说呢，我就是用我的念头，我说要这样子下棋就这样下棋，不需要眨眼睛，不需要做动作，不需要用机械手背，也不需要出声音声控，完全用意念能够让它动。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把我们的脑开发到可以直接跟 AI 互相的沟通。大家觉得听起来很恐怖，还是听起来很兴奋呢？我相信呢，每一个创时代的发明刚开始都会让我们觉得有点不适，但是呢，就像当年开始有试管婴儿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是有违天理、逆天道，但是呢，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接受了？原来还有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些人有自己的孩子。也许我们应该以更加敞开的心来看待这一切。谢谢各位，请您帮我按赞、分享和转发哦。